一个问题啊，题目已经在这个屏幕上不多说了，下面有请孙老师给我们做讲座。好，这个谢谢刘老师的介绍哈。刘老师呢是我们这个前辈学者，他给来主持介绍呀，我觉得非常荣幸。那么也非常高兴有这个机会给大家交流。这个美术方面的思考啊，有一点点的这个新的想法啊。那么但是必须说呀，我本人不是这个艺术史的这个专业，我很多的研究呀是从历史学呀、宗教啊、丝绸之路呀这些角度啊，提供一些自己的一些观察啊。我们都知道呀，我们就直接开始啊。那么我们都知道呀，就是佛教传入中国呀，是中国历史上，乃至世界历史上的一件大事。那么它带给中国文明的，可以说是非常系统性的一次影响和冲击。那么这个从语言文字，到新的意识形态，从生死观，到日常生活，从新的哲学体系，到这个很多的。我们知道这个带来的城市的面貌的变化。那么其中有一个层面呢，就是汉唐期间佛教传入中国呀，它可以说是对我们中国的美术史啊，对中国美术、对中国艺术呢，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它带来了新的艺术主题，还有艺术形式。我们可以设想一下，佛教传入中国之前，我们中国美术是什么样子啊？当时主要我们能举出来的啊，我们随便举，比如说汉画像石、画像砖它的这个主题很多是神仙世界啊，东王公、西王母。但是这个佛教传入中国之后呀，我们就发现新的艺术主题出现了啊，比如说佛像、菩萨像佛本生故事、佛传故事，各种的这个新的故事主题。那么新的艺术形式，我们看到敦煌的壁画。我们看到云冈的雕塑啊，看到南北朝的造像。如果简单的讲的话，如果没有佛教的传入呀，我们看到可能我们就没有敦煌了，那我们敦煌就无从谈起了。我们也没有云冈，也没有龙门，也没有库车的科泽尔的石窟啊。所以强调这个佛教传入中国对中国艺术的影响，我觉得是一点都不为过的啊。那么其中呢，就是有佛教传入中国对中国美术或者中国艺术的影响呢，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啊，或者一个层面呢，就是这个犍陀罗啊。对这个的研究呢，经过尤其是我们中国学界啊，近10年以来呢，我们很多学者呀，都对这些方面语言呀、艺术啊、历史呀、宗教做了很多的阐发。我们现在大体上呢，对它呢是有比较相对来说比较系统的一个了解了。可以说呀，这个我们中国早期的很多美术的这个层面啊，都受到它一些影响。我们知道佛教呢是公元前6世纪、5世纪在这个恒河流域兴起的啊。那么但是呢，我们现在有考古证据的，大概公元2世纪传入中国。公元1世纪可能有啊，但是我们现在没有证据，我们先算2世纪。那么从公元前6世纪、5世纪到公元2世纪呢，中间是有700年的空白。我们研究中国佛教史的时候啊，这700年基本上就跳过去了啊，我们没有去深究。但实际上呢，这么漫长的一个历史时期啊，有个很大的转折，就是对中国佛教来说啊，尤其是对中国佛教来讲，那么在公元前后，佛教传到了这个我箭头画的这个地方，我们现在都知道它叫犍陀罗这个大体上核心区相当于我们今天巴基斯坦的白沙瓦平原，阿富汗的东部那个贾拉拉巴德这些地方。那么更大的犍陀罗的概念啊，那可能甚至包括我们中国的新疆的一部分地区。我们看到科兹尔呀这些石窟的这个艺术风格啊，
巴米扬都在这里面。那么在公元前后呢，佛教在这里产生了非常大的一个变化。我那本书啊，18年那本《犍陀罗文明史》啊，我把这个犍陀罗称为佛教的飞翔之地。我用这样的一个比较文艺的一个表达方式，就是想说明呀，佛教在这里发生了一革命性的变化。这些变化我们现在呀，大体上总结起来，第一，佛经出现了。早期佛教是口耳相传的，没有佛经，那这时候出现了。然后这个佛像、菩萨像出现了。早期的印度是没有这个为圣人、伟人塑像的传统的，但是传到这里之后呢，我们看到就是这个他们开始呀，用这个一个人的形象来象征佛呀、菩萨啊。那么另外呢，最重要的就是佛教的教育在这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很多人后来把它总结成大乘佛教的兴起，这个大乘佛教的兴起，是大乘佛教、小乘佛教。它是区别在哪儿呢？就在佛教传到这里之后呢，原来是强调自我修行、自我成就，但是到这里之后呢，开始强调不单要自己成就，还要帮助众生一起成就，就发展出了一个大乘佛教思想。那大乘佛教思想的核心精神是什么呢？就是菩萨。菩萨就是能成佛，但是留下来拯救众生的。所以这对美术有什么影响呢？因为菩萨成了佛教美术重点的描述对象。这跟其他的宗教不太一样。大家想想基督教美术，基督教美术基本上他们会把这个耶稣啊的这个圣徒、佛弟子，就是这个所谓的这个声闻弟子作为描述对象。但是大家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佛教徒从来都没有把就所谓的声闻弟子，也就是说释迦牟尼的弟子作为重要的描述对象，一直到我们龙门时期才出现了一佛二弟子的这样的造像，是吧？这些都是有原因的，因为佛教它的描述的重点，它的思想的核心就是菩萨，所以在很多的经典里，他们都是把菩萨道摆在声闻道之上，把菩萨道摆在菩萨界摆在声闻界之上，这从维摩诘经里可以读得出来啊。这里我们知道为什么中国美术花很多的笔墨，花很多的这个力气去描写菩萨。好，这是大体上这么讲啊。这个地方呢，现在不是很安全，我不是很建议大家去这些地方去考察。如果将来有好的时机再去。那么我们看到这是这个给大家一个宏观的印象啊。那么左边呢是公元6世纪中期之前这个标红的部分就是当时所谓的这个中国西行求法巡礼的这样的一个路线。我们知道汉唐之际，中国有一个西行求法巡礼运动，就是简单的讲，就是好像他们要去求取真经啊，这里面有玄奘有这个有这个法显有很多人，当然也有那个是从中国去外边的，但也有从外边到中国来的，比如说隋代的那边提耶舍还有当然有往返的，像鸠摩罗什这些人。但是必须指出的是什么呢？就是6世纪中期以前中国人去学习佛法他们实际上跟我们想象的不一样。第一个呢，他们不会绕行中亚非常远，绕到中亚。其实巴米扬兴起的非常的晚，巴米扬的这个时代可能比我们敦煌还晚，所以这个时间顺序不能搞错了，就是用巴米扬去校正敦煌。那么基本上从这个塔什普尔干翻越喀拉图门山到这吉尔吉克到达利罗川，这叫达利罗歪里。达利罗川建造了人类历史上第一尊的弥勒佛像，就是巨大的弥勒佛像。前一阵子我们考察队去，看那个巴基斯坦警察没让去就是很可惜没去看。然后再往南走到乌章纳，就是今天的巴基斯坦的斯瓦特地区这个地方呢有非常多的佛教的传说斯瓦特的龙王这些种种的传说都发生在这里。然后再往下就到犍陀罗，这个以白沙瓦为中心的今天的白沙瓦当时是贵霜帝国的首都佛罗沙。那这些僧人包括法显在内他们到了这里之后这个很少有人渡过印度河再去印度了，基本上在这里学习了语言，学习了佛经然后就打道回府了。有一部分人不但不往印度去，还相反方向去了阿富汗，今天的那个阿富汗的东部，这个在中国文献里叫纳街或者叫其他的名字，现在就是贾拉拉巴德地区。
这个地方呀保存了大量佛陀舍利，就是我们中国好多舍利信仰呀，什么佛颈骨舍利，什么佛牙呀什么，他们都供奉在这里，所以中国的这些高僧会到这里去看一看，然后就回去了。但是这条路是非常凶险的。我经常讲，佛教能流传开来呀，很可能跟菩萨信仰有关。因为如果之前你是自我修行、自我成就的话，你是没有传教冲动的。但是在公元前后兴起的新的信仰是，它是这个要帮助众生一起成就的，就是所谓的菩萨。那佛法这么好，他要让所有人都能够受益，所以他们抱着菩萨的精神呢，把这个佛教呀拼命的往外传啊，当然也有往西传，传到西边他们没有幸存下来。我们现在从埃及啊，在那个亚丁湾啊，我们都找到了遗迹，但是传到东方，最终是在中国落下来的，成了中国文明的这个一部分。所以菩萨信仰实际上是东亚信仰的根基，就是我们其实简单讲就是中日韩信仰菩萨。你去别的地方，东南亚啊这些地方，菩萨不是重要的概念啊，这是这个整个东亚的一个信仰的一个核心内容。那么为什么这么说？就是说它因为对我们了解图像背后的思想呢就很重要了，就是它为什么描写这个不描写那个，这个很重要。右边这个呢是什么呢？就是佛钵，这也有助于大家了解当时这个到底他们发生了什么。这个佛钵呀，简单的讲，实际上就是释迦牟尼生前他所用之物。释迦牟尼涅槃以后呢，这个佛钵根据中国文献的记载呢，它留在了印度的佛陀故土啊，在华氏城。但是在公元2世纪的时候呢，贵霜帝国的皇帝迦尼色迦啊，他的首都就在佛罗沙啊，就是今天白绕，他带着军队跑到印度去，把人家这个佛钵给抢走了。这中国文献记载的，甚至那个有的文献像藏传的文献里面说，远征军里面还有中国的军队，还有于田什么的，所以我们也分了一些舍利，当然是一起入侵了印度，把印度这些东西抢走。此后呢，这个钵从公元2世纪就成了一个佛法的象征，就摆在今天的这个白沙瓦。从2世纪一直到唐朝初年，这个几百年当中呀，中国的这些西行求法的人呐，包括这些商人使节呀，他们都有一个常规动作，就是到佛罗沙去礼拜这个佛钵。这个佛钵从这个7世纪初就消失了，就是《大唐西域记》啊全传记载的，说这个佛钵被波斯抢走了，从此就脱离了大家的视线，一直到近代，这个英国殖民印度的时候，他们那个考古局长叫康宁汉爵士就把这个钵找到了，他说这个钵就是中国历史上记载的那个钵，其实他跟阿富汗没啥关系，也跟印度没啥关系，就中国人特别热衷讨论它，然后甚至希望这个钵到中国来，但他最终也没有来，他现在在哪儿呢？在阿富汗国家博物馆，就是大家如果去阿富汗的话，可以去看一看，但是他现在已经改造成了一个伊斯兰的圣物。这也很好，因为它避免了就被塔利班砸毁，是吧？它就变成了一个好像是宗教战争的一个。我们待会儿会看，就是说它作为佛教美术的主题啊，但是不是呢？我们不知道。但是就是说它的样子好像是，就是那个2014年的时候，印度还让那个阿富汗还给他，阿富汗不还给他。这个还的话，我们那个法门寺的佛指舍利就危险了，那个比这个还那个什么，还那个，就是我们看一看，我分几个主题来讲。第一个我就讲菩萨跟美术的关系。这个菩萨当然包括观音呀、弥勒呀，其实最主要是弥勒信仰对美术的影响很大。这个我刚才提到了，就是关于菩萨信仰。其实当时西行求法行旅是非常危险的，大家想一下，法显的僧团，他们翻越喀拉昆仑山之后就死掉了一半，所以他取完经之后，他再回去还要死一半，所以好多人根本就没回来，他就留在了当地。法显是极少数的，他沿着海路后来又回来了。没有这种宗教牺牲精神啊，菩萨精神，我觉得佛教很难成为一个世界性宗教。它原来就是一个地方性宗教。释迦牟尼在恒河流域传了那么长时间，释迦牟尼涅槃以后700年都没有走出恒河流域，就是一个地方性宗教。就是到了中国2世纪这个菩萨信仰兴起啊，它这个一下成了这个世界性宗教，从一个地方性的运动啊，地方性的信仰变成世界性的宗教。
它这个样子，大家看到最早的这个菩萨的样子，这就是弥勒菩萨。这个弥勒菩萨呢，都是用这个世俗王子的打扮来描述的。他有发冠呀，有璎珞呀，臂钗呀，这个手里拿着净瓶啊，这个非常有意思。一直到这个唐朝啊，最保险的，我们到南北朝后期，中国人在描述弥勒菩萨的时候，基本上就是挑出来当时认为的长得最好看的男生，就是用当时的审美看是比较好看的男的来描述弥勒菩萨。这是一直到中晚唐才变胖的。这个以前实际上是一个美男子，就是到了五代以后变成那个布袋和尚，就是你们看到那个样子。这20世纪的这个大都会博物馆的这个弥勒菩萨，这是因为他是个三重身份呀。佛教的里面讲，释迦牟尼涅槃以后，我们没有佛了，我们进入了一个没有佛的时代，未来会有一个新的佛道的到来。这个是谁呢？就是弥勒。弥勒是未来佛。那么另外一个是什么呢？就是说他是救世主，还有是他是菩萨，所以他是三位一体的。季羡林先生一直怀疑这个弥勒这个词可能跟基督教、犹太教的那个弥赛亚是一个词，因为他是买吹呀，那个是弥赛亚，意思是一样的，然后都是干的事儿也差不多，所以但是中间没有环节，缺一个环节啊，就是讨论，我们有很多基础的东西没搞清楚，就是比如说菩萨信仰的兴起。它的这个具体的历史的这个脉络啊，很多我们都是接受了，就觉得这个不需要讨论，菩萨有啥好讨论？好像这个词是没什么好讨论，但实际上很多问题，比如说观音什么时候兴起的，它原来它的原型是什么，其实都没搞清楚。啊，这是那个公元20世纪的钱币，大英博物馆保存的，这是贵霜帝国的这个加利色加的钱币，就是抢走佛钵那个人。它的正面是国王，背面就是一个交脚而坐的一个形象啊，交脚而坐的这个交脚而坐，它旁边有希腊字母拼了一个 Maitreya Buddha， 就是那个弥勒佛。这个很重要，为什么呢？以前我们都觉得弥勒下生成佛的理念呢是中国人伪造的，在新疆出现的啊，持这种观点的有非常多前辈学者，但是这个足以说明公元20世纪啊。弥勒下生成佛的思想呀，在贵霜就已经很流行了，就是在佛教传入中国之前就很流行，至少上升到国家层面嘛，要不然它不可能出现在钱币上。这是弥勒下生信仰。我们知道弥勒分弥勒上升信仰和弥勒下生信仰。弥勒上升信仰有点像是权宜之计，就是众生往生以后呀，你可以上升到兜率天，因为兜率天里面弥勒菩萨住在那儿，你到那里那是一个净土，叫弥勒净土。那么就是上升到兜率天，这个叫弥勒上升信仰。那么弥勒下升信仰是彻底解决，就是在遥远的未来，弥勒菩萨会下生成为新的佛啊，这个是弥勒下生信仰，这个很重要，这个改写了我们一些就建筑中出现的一些信息啊，对我们来说很重要，它弥补了我们很多以前的这个认识的这个误区。包括这几年我们这个把那个涅槃线也往前推了。涅槃像我们找到了公元20世纪的在建图中，所以涅槃的像也看到。那么弥勒影响很大的，那么其中一个我觉得对艺术对美术影响比较大的就是弥勒大象建造运动。我为什么把它称为运动呢？就是弥勒信仰兴起之后呀，我们看到的一个现象啊，就从达里罗川开始建第一个弥勒大佛像，然后沿着丝路一路东来，我们可以找到很多。巴米扬的、赫兹尔的、敦煌莫高窟那个北大佛、南大佛、云冈石窟、炳灵寺、天梯山、须弥山、乐山的这个灵云寺的大佛，然后当然还有一些被烧毁了，比如说武则天当年在洛阳修建的那个巨大的弥勒像，也包括甚至日本奈良时期修的这个弥勒像，都是以巨大著称啊。这样的一个运动呢，一直持续到了这个8世纪。才这个衰退。那么随着弥勒大佛像建造运动的衰退呢，弥勒信仰也衰退了，就是这是历史脉络。我有时候在想，就是说这个历史脉络如果反映到图像上，我觉得这个还是比较能对应。就是说我们看到最初他们热衷于建造这种巨大的弥勒像，但是后来呢，慢慢的在8世纪以后啊，就不建造了。8世纪以后，我们知道中国的佛教发生了很大的一个变化。8世纪以前呢，弥勒信仰是很主流的啊，弥勒信仰。
观音是在南北朝没那么重要，这是到了南北朝晚期，我们看到有推动观音信仰的。那么到了武则天时代呢，他再推动一波，再后来我们看到观音就越来越重要了。那普陀山呢就太晚了，普陀山成为观音的道场就非常的晚，是吧？所以我们经常说佛教或者佛教美术这个词，实际上，如果你不深究的话，它是一个无效的学术概念，因为它的内涵是变化的，内涵是变化的。比如说406年，这个《法华经》一翻译，我们就看到云冈石窟里面双佛并坐呀，很多法华的思想。到了这个中唐以后，阿弥陀信仰净土流行，我们就看到敦煌里面出现大量的净土变，就是描述西方阿弥陀净土的那种美好生活就很多。所以它这个经常我们看到的是，艺术形式的艺术主题的变化呢，它不仅仅是一个审美的问题，它其实是。这个它都是背后是有思想的。你们那个他描述的东西，这个就是他那种思想要反映的那个思想方面的特点，就是佛教也是这样的，就是一看你就知道它属于哪个时代的，就是他在重点他在讲什么故事，云冈和那个龙门就不一样，是吧？那个跟敦煌又不一样。好，我这讲了这个弥勒大象运动啊，建造弥勒大佛的。那他为什么要建这么大的弥勒佛呢？这就是弥勒下生经说的。这个弥勒诸经啊，经罗师翻译的弥勒大乘佛经啊，弥勒下生成佛经啊，还有很多这些经啊，他们都说了一个事儿，说弥勒下生的时候他是身高16丈，释迦牟尼是8丈，他比释迦牟尼高2倍。所以这个我一直怀疑8米阳的大佛呀，一个58米，一个33米，估计是一个释迦牟尼，一个是弥勒，因为那个弥勒是比这个释迦牟尼高2倍，因为它这个要突出它的特点，就是新的弥勒佛是个子大，就是它是非常大的，所以大概艺术家们想到就是说，我只要把这个佛像建得大一点，就说明这个是弥勒了。是不是这样的？就是这要问第一个创始的这个艺术创新的时候，他到底怎么想的？但是我们知道的准确的是，就是这个在这个达利罗川啊这个地方，现在大概不让大家去，巴基斯坦警察不让去，但是也不知道这个地方到底还有没有遗址。因为这个地方呢，这个文献记载呢，修建了第一个巨大的弥勒像，中国人都跑去看了，那么法显也去看过，玄奘也去看过啊，这个地方现在叫达瑞 Valley 啊，就是在唐代翻译成了达利罗川，翻译的非常准确，达利罗就是达瑞，就是这个地方。然后玄奘就说，这个达利罗川啊，在乌章那国的旧都，这里有黄金，还有郁金香，这个很有意思。我们上一次我们那个团队去考察呀，沿着下来啊，最危险的还不是当地的部族武装，最危险的是好多那个中国的这个在那淘金的这个抢地盘，一直到现在都是。这个地方大概出产黄金，就是这个是一个淘金的好地方，好多中国人跑在那淘金，在那个弄那个金，现在金价下跌了，我估计不去了，应该对数少一点，就上个月还是这样。所以玄奘记载非常准确，因为玄奘说这个地方多出黄金及郁金香，1000多年过去了还是，然后说这里建造了一个木质的一个慈氏菩萨像，慈氏就是弥勒。慈是那个弥勒的本意就是仁慈的，美tri亚的本意就是仁慈，所以称为慈氏菩萨。然后这个说是莫天迪迦罗汉建造的，然后玄奘说呀，自有此相，法流东派，什么意思呢？玄奘的评价很高呀，说自从有建了这个大的这个弥勒像之后，佛教才传入了中国，这是玄奘的这个说法，这是大像。那么说到我们中国，我们就知道我们在这样的思想脉络下，在这种亚洲大陆上建造弥勒大佛像运动中，中国是表现最突出的。我们建了好多，对吧？比如说云冈，
云冈第17窟就是这个弥勒啊，主像是15.8米，这个角弥勒像啊，这个13窟也是一个角弥勒像。云冈石窟，我觉得它很重要的一个思想还是弥勒思想、弥勒信仰，当然也有法华了，法华思想也很重要。这是反映了他那个时代的特征。还有就是我们这个敦煌啊，敦煌北大佛，其实这是完全模仿洛阳的，模仿洛阳首都啊。当时武则天建造了一个巨大的弥勒佛像，然后这个敦煌地方家族啊，他们为了拍武则天马屁，照着做了一个，就是现在的北大佛。建造这个敦煌弥勒像的这个家族是殷氏家族。这殷氏家族啊，以前就是个普通老百姓，怎么崛起的？就是因为他们给武则天献祥瑞啊，说他们家里发现了五色鸟啊，发现了这个白狼啊，发现了很多，然后包括他们建造这个弥勒佛像。这个洛阳那个武则天建的那个弥勒佛像已经焚毁了，但这个是它的缩小版，就是敦煌的这个实际上就是敦煌地方豪族这去主动的对接中央工程，然后修建的这么说的话，就是其实是性质上就是这样，就是敦煌豪族为了去响应中央政府号召，修了一个缩小版的这样的一个弥勒像，跟洛阳的一个是一个东西。是殷氏家族的那个殷族修建北大寺。这个弥勒大佛的这个运动啊，到这个也传到了日本。日本奈良时期的美术啊，也热衷于建造这个弥勒大佛像。一直到这个什么时候衰落的？到8世纪以后，它这个随着弥勒信仰的退潮，所以建造弥勒大佛的运动也衰落了。其实大家想想也容易理解，因为弥勒信仰啊，它往往政治性比较强，它政治性非常强，它是对未来的一个规划，就是未来要怎么样，要进入一个美好时代，然后这个君主都号称自己是在弥勒下生的这样的思想背景下，他是这个理想的佛教的转生王，就朝着这个来论述的。武则天是最典型的，所以他也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因为这个弥勒这个信仰政治性太强，他都是走上层路线。比如说最有名的就是玄奘法师，他们都是弥勒信徒。玄奘几代都是弥勒信徒，从这个回基一直到德感。德感是谁呢？德感是玄奘的再传弟子，也是武则天政治宗教运动的这个操盘手，就是国师啊。他与玄奘这个法师这个派系绵延了上百年，权力非常大。但是到了8世纪以后，我们明显感觉到他们力不从心了。为什么呢？他们遭到了净土信仰的挑战。就当时这个道绰呀、善导这些高僧啊，他们都是走下层路线的。他们在官方史籍里记载不多，但是他们都热衷于给玄奘他们论战。就是中心思想在哪儿呢？玄奘法师说，这个弥勒净土啊，无易达到。他说不是谁都能够往生到弥勒净土的，谁呢？你至少得有菩萨为戒，就所以他走的是一个精英路线。然后，但是道绰和善导这些净土信仰的僧人，他们就提倡西方极乐世界的净土，或者叫阿弥陀净土。所以，但他们有个根本的理念在于什么呢？他们认为一切众生皆可往生西方净土。他等于说一下打开一扇大门，所有人都可以，甚至就是说你只要念诵阿弥陀的名字就可以啊，念诵多少遍他的名字啊，然后你就可以往生西方净土。到8世纪以后，我们明显看到了阿弥陀信仰的崛起，就是这个弥陀信仰彻底压倒了弥勒信仰，就是这个反映在美术上也是，这个弥勒信仰退潮了，阿弥陀的美术兴起了，这是它不一定对应的那么完整，但是这个迹象非常明显。那么这个乐山大佛可能是最后的余绪了，就是它也是个弥勒像，为什么呢？这个它是就是那个它那个题记还在，那题记上写的很清楚的，修的是一个弥勒佛像，就是这个也是一个弥勒像。这个我想就是大概是一个建造弥勒大佛像运动的一个余绪了，就是尾声了啊，尾声了。现在这种东西，一般老百姓没有这个财力，这都是要地方的，至少地方政权支持，一般都是国家运动来修这些东西。这一个是当时这个
唐朝在这个四川的那个节度使修的，实际上修的是韦高他们也是地方上修的，地方上那个地方政权修的，这是一个啊。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看到弥勒信仰进来之后，它带来一个三世佛或者是七佛一菩萨的一个信仰，这个我觉得对美术的影响也很大。这个观念呢是非常重要的。为什么呢？我们看那个《魏书十老志》，那是中国修的唯一一本官方史籍里面给佛教立志的这样的一本书。它里面在讲到佛教，它在介绍什么是佛教，这很重要。它没有什么新的东西，但是它就代表了当时主流的意见，就是说，如果我要写一篇佛教的文章，我到底写哪些内容？他上来就先讲了七佛一菩萨的故事。他说这个佛教的是怎么回事呢？他说过去有七佛，释迦牟尼念完以后，我们进入了一个没有佛的时代，在未来会有一个菩萨的到来，他叫弥勒，他会成为新的佛。这个其实在我们看来就是一个佛教的历史观嘛。过去七佛，释迦牟尼涅槃，我们等着弥勒的下生。但这个理念是在印度没有的，印度没有这个七佛一菩萨的理念，它只有过去七佛的理念，因为它没有菩萨理念。就是犍陀罗地区呢，它把它加了一个菩萨，就是我们看到这是白沙澳博物馆保存的犍陀罗的这个七佛一菩萨的雕塑啊，前面呢都是这个佛，后面是菩萨。这个佛跟菩萨在早期的佛教美术里面很好辨，就是佛什么装饰都没有，佛就是一系袈裟。但是菩萨需要装点，需要庄严，所以它有头冠、有发钗、有这个各种东西。在犍陀罗美术里面，但凡只要有一顶帽子，它就不是佛。就是哪怕是他戴一顶帽子，那就是菩萨。就是这个，所以我有时候给学生说，这个很好记，你就记得佛是拿到学位的，然后这个菩萨没有拿到学位，所以他还需要这个外在的东西装点，还需要名牌，需要这个成佛就不需要。所以那个早期的佛像里面，佛什么都不需要，他就具足了嘛。但是所以这个美术，你在想，如果你是你是一个艺术家，你要描写一个佛陀，你肯定也想怎么来呈现它嘛，怎么呈现出它的神圣性嘛。这个犍陀罗美术就选择了，就是它是圆满具足的，什么也不需要，就是一个袈裟。七佛一菩萨的这样的一个观念对中国美术的影响，我觉得这个比如说这是中国最早的，现在保存下来是最早的石塔，佛塔的石证啊，北崖石塔，这也是甘肃省博物馆的镇馆之宝，这是其中一件，高山木的高山木造的这个石塔。这个石塔呢很有意思，上面是七级塔刹，这是犍陀罗样式的佛塔啊，犍陀罗样式。我们现在的佛塔不是长这样子，上面七级塔刹，然后下面是8个龛里面呢是佛菩萨，正好是8个嘛，7个佛1个菩萨。这个交角而坐的呢是弥勒菩萨，他戴着帽子，这是弥勒菩萨，其他都是佛。接着刻了一段《增妖含经》的经文，在下面呢是8个面，每个面上画了一个人，有男有女，有老有少，然后上面都有一个八卦。中国正好有8个卦，乾坤艮兑8个卦，然后每个卦对应一个佛菩萨。然后它很巧妙，这个工匠很巧妙。它这个机关呢是在这个塔顶上，它在塔顶上画了一个北斗七星。这个北斗七星这个很关键，因为北斗七星就像我们的时钟一样，它就是指向那个斗柄指向那个位置，就表示你处在那个什么时代。它指向哪个时代的？它其实就是指向面对我们这个时代啊，就我们的掰正了，就是那个上面北斗七星的斗柄指向这个的，指向这个呢，这个正好是这个龛就是北方，八卦里面的龛就是北方，然后这个时间是子时，也就是晚上11点到凌晨1点，然后子月指的就是那个我们知道最冷的那个月份了，然后是黑色是水，所以它这个在告诉我们什么呢？就很简单，它告诉我们处在一个末法时代，就是说比较糟糕的时代。这个佛是释迦牟尼，他已经涅槃了，然后再转过去，下一个是谁呢？就是弥勒菩萨。弥勒菩萨没有成佛啊，他这时候对应的是艮卦，然后再过去就是震卦，震就是按照周易说卦的次序，就是万物重新开始了，因为这卦辞叫地出户震，就是万物重新开始。所以这个等到弥勒菩萨成佛之后呢，我们人类历史又重新开始了。他这个用中国人的术语讲了一个新传进来一个理念，就是菩萨信仰的
弥勒信仰的一个理念啊。它上面的这些人呢，有的是男女女啊，他实际上是六亲关系，家里的六亲关系，就是8个卦嘛啊，震、巽、离、坤、兑、乾、坎、艮。然后呢，这个上面的这个比如说乾卦，我们的乾卦对应的是父亲，所以他画一个老年的男子；坤卦对应的是母亲，他画一个老年的女人。然后这个震，家里的长子啊，这是万物重新开始的时间。那么弥勒菩萨的对应的是艮完了之后就回到震，就万物又再重新开始。所以它上面画的人实际上是家里的关系，就是8卦正好对应一家人，乾坤对应父母，然后其他6个对应6个男孩6个女孩，是这么排的。这是中国传统文化。这个大家最熟悉的就是震卦，大家对震卦最熟悉，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就是中国古代的继承人都放在震位的，就是所以太子是住在东宫嘛，太子不能住在北宫、南宫、西宫、西南宫，他只能住在东宫。为什么呢？东宫是震位，那是继承人应该在的位置。所以震位又被那个东宫又被称为春宫或者是清宫。为什么春宫和清宫呢？颜色是青色的，震位那是木啊，然后春对应的四季里面的春天，所以这都是中国的一套说辞啊。这是这个北疆石，那个云冈石窟就很多，就是他表现。大家去看那个云冈石窟，或者去看龙门呀，或者去看那个什么去看敦煌呀，你们会发现7佛，对吧？你会想，他为什么只有7个？挂6个，6个不是对称的很好看？它就在7个，因为只有7个才符合佛教的这个理念呀，就表示这个它是过去7佛。你看你们大家去药王山，包括去药王山和陕西铜川的药王山，它那个上面也就是画7佛，就是说那个甚至那释迦牟尼背后啊，弥勒菩萨背后就画7个佛，再加上自己不就7位菩萨？那个造型也是很独特，那艺术家很有想象力。他主尊就画了一个弥勒菩萨，但他背后画了7个佛作为他的背景，那其实就还是7位佛。云冈这个也是，他就是不能多不能少，正好7个。就好多的文物造假的他不懂这个道理，他会把那个花多造一朵，或者人多造一个，他觉得没问题，但实际上这就是露出破绽，就是说这个数字是不能动的，这个数字一动，你像宗教的那些艺术品，人家是宗教用途，人家是神圣性，你如果不准确，它就没有神圣性了，它就不灵了，是吧？所以说这个数字就是那个什么的。好，我们还有一个跟弥勒信仰有关的美术的主题，就是非常重要，就是我们讲的那个佛钵，那个佛钵很重要，就是那个是佛释迦牟尼，就是弥勒信仰的传法的信物，就是弥勒在将来成佛以后。4天王会把那个钵呀再献给弥勒一次，所以很重要。那个佛钵是作为弥勒的传法信物存在的。只要看到那个佛钵，它对应的就是弥勒菩萨，就是它不用出现弥勒菩萨的，它但凡那个形象里只要画了佛钵，你就明白了他在讲弥勒信仰，他在讲的是弥勒信仰。它是一个符号啊，它代表的是这样。那这个佛钵跟中国关系非常密切呀，就是中国古代呀，从那个魏晋南北朝一直到武则天呀，在几百年当中呀，当时中国兵荒马乱的，然后这些统治者呀都这个宣扬自己是玉皇童子转世啊。玉皇童子其实是一个佛传故事，我们就简单的说，它是个佛传故事，本来呢跟中国没关系，但是佛教传入中国之后呢，就把这个故事改造成了一个中国的故事。那么就是说呀，有一个人会到中国来转世，他会成为转轮王啊，就这样一个经典被反反复复翻译了很多次啊。隋文帝、武则天，他们都宣称自己是那个玉皇童子的转世。那玉皇童子配合的那个东西就是佛钵，就是说佛钵要到中国来啊。其中最有名的就是这个隋文帝在583年翻译《德布长者经》，也是就是玉皇童子经。他在里面讲，这个那连提列舍给他翻译的。那连提列舍这个人就是巴基斯坦的人，就是今天就是我们说的巴基斯坦北部那个山区的。他这个人是一个传奇，在这个跑到中国来支援我们这建设，活到将近100岁，而且创制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传染病这个救治医院，就在今天河南的集郡，在佛教史上很重要的一个人。但实际上他是一个巴基斯坦啊，当然古代没有巴基斯坦，他就是那个相当于巴基斯坦那个地方的人。
然后他去见过佛国，他去礼拜过佛国，所以他这个在翻译佛经的时候，他加进去了一段话，这段话以前没有。他说这个释迦牟尼自己说的，佛陀说这个月光童子在将来会在阎浮提大隋国内做大国王，名曰大兴啊，这个实际上说的就是阳间隋文帝啊。然后这个隋文帝呢会供养佛锅，然后会做转轮圣王。这个佛锅在早期的佛教美术里经常出现，是一个被重点描述的一个对象。比如说这一件是这个东京国立博物馆保存的这个佛教的一个造像啊，大概是建筑的一部分。它这个非常漂亮啊！两边是谁呢？两边就是弥勒说法图，两边是弥勒说法图，中间呢是两个人把这个佛锅给抬起来了。所以我们也看到这个佛锅真的很重，就是那个阿富汗国家博物馆保存这个佛锅呀，有几百公斤重，就是这个根据这样建筑楼保存下来的这个佛教造像，我们也知道那个佛锅的确个儿很大，就是很重，这两个人能抬起来。那你看大家看到这个佛锅，这个佛锅呢，它最大的物理特征啊，我们看到就是它这个口不一样。我们一般的碗就一个沿儿，它这个上面有4道沿儿，就是这个佛锅有4道沿儿。这个也是我最早发现的，就是因为我读中国文献呀，我们很多文献里都讲到，包括鸠摩罗什他们都讲说他们去佛罗沙去礼拜这个佛锅，就去瞻仰这个佛锅，那佛锅就摆在那儿。他们都提到一个事儿，就是说这个佛锅的特征是什么？这个佛锅是青黑色的，然后说这个佛锅是4季分明，季就是边缘嘛。我一直不理解4季分明是什么意思，我一直在想这个佛锅是不是裂了，上面有4条缝。我原来是以为是竖着切的，我觉得这个碗应该是裂了，上面有4条缝。我后来反反复复看这个图，我终于看明白了，他说的4季分明指的是这个佛锅有4条碗沿儿，就是这个佛锅不是一个碗沿儿，这是4条碗沿儿。所以这也是一个鉴定文物真假的一个诀窍。就是当然，如果要是以后再造假，你听了讲座之后，你们可以这就麻烦。就是之前大家都不知道的，因为这实际上在我讲之前，没有一个人知道这个4季分明是什么。就是所以以前造了很多假文物，都是没有遵循我这个原则，就很可惜了啊！这个佛锅4季分明的这个原因呢，很简单，因为佛教故事里面讲，就是释迦牟尼成道以后，释迦牟尼成佛以后，然后4天王呢就给他献钵，他总要有一个吃饭的东西，所以这个4天王为了表示对佛陀的敬意，每个人都献给他的一个钵。当然最初献给他是贵重金属做的了，玛瑙做的了，佛陀都不接受。最后呢，他们献给释迦牟尼一个石钵，每个天王献了一个石钵。但是就是说释迦牟尼啊，就是说他不能有分别心。佛教里面老是讲分别心，我觉得这个特别好，就不能有分别心，都得要。所以4个碗他都收了。这个4个碗收了之后呢，他把它摞在一起压成了一个。就是释迦牟尼的那个钵是4个钵压成一个的，所以就是留下了这样一个东西。鸠摩罗什在文献里讲说4季分明，玄奘也说4季分明，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在美术上面来说，就是但凡你描写到细节了，就是如果它只是一个装饰品，就是它不重要，它只是作为一个装饰品，一个很小的符号的话，它大概就画一道，表示它是有层次的。但是如果像这种大型的佛教，一般都会画4道，来表示就是说它是4季分明，它是4个钵造成的啊。像这种是我从那个截出来的，就是那个细节截出来的，它至少画一道也可以理解的。就是说，如果你角度不同，对吧？角度不同，你大概看不到里面有4个沿儿。你俯视的话，你大概能看到。但是这样。有很多，这个我没有放大啊，放大的话都是一样的。你像右边这个，你仔细把它放大，你就看到了，它上面是四个碗沿，就是那个这2尊都是弥勒菩萨，就是左边是大都会博物馆，右边是集美博物馆，他们收藏的弥勒菩萨像。我们也看到当时的弥勒菩萨都是长得挺周正的，就是他们认为长得还好。原来我们那个台座上面，我们都觉得他们是在干啥，都认为是这个烧香的，或者是点的灯，或者是香炉，其实不是，就是佛锅。
就是供养佛陀的。这两边这两个人那些人都在向佛陀致敬，最那个风化的严重，但这个是完整的，就基本博物馆这一点非常完整。它那个佛陀上面清清楚楚的画了4条玩意儿，就是表示这是佛陀。这个两边6个人都在向佛陀致敬。所以我就说这个实际上是佛陀这个东西呢，它是跟弥勒信仰连在一起，很多啊，这是讲完佛陀的。但是非常有意思的是什么呢？就是中国佛教美术跟这个犍陀罗佛教美术它是有取舍的。你像佛陀在早期的美术里面是非常重要的主题，他们特别热衷于表现这个佛陀。但是呢，在中国佛教美术里面，它始终没有成为一个主流的一个主题。大家没有把它当成一个重要的主题描述，但是有一个是中国这边也接受的，就是这个燃灯佛受记的故事。燃灯佛受记的故事，就是我们先讲一个故事啊，我们就是知道这个他到底在讲什么。这原来我写了一篇文章，这个发表了，刚才没有发表，但这个发表过的就是说我在讲，就是说从一个皇帝讲起，就是南北朝后期的这个北齐的文宣帝高阳。文宣帝高阳在历史上是一个非常能干的君主啊，非常能干的皇帝。但是呢，就是他往往被描写成是一个行为乖张、非常暴虐的一个君主，就是行为有点颠三倒四。所以在文献里面的记载的这些东西呢，被曲解成了就是他行为举止比较荒唐的一些证据，包括这个辩证论呐，这个续高僧传呀，及古今佛道论衡啊，包括这个一些碑刻材料，都提到一个事儿，就是文宣帝高阳啊，他曾经啊找了一个高僧来，这个高僧叫法上，然后呢，他怎么来当上皇帝的呢？他趴在地上，然后把头发解开，把头发铺在地上，让这个和尚踩他的头发，通过这样的仪式呢，他当上了皇帝。有的碑刻材料说他当皇帝的仪式就是这么来的，有的人说他就是踩他头发，然后呢他接受了菩萨戒，还有的人说就是他经常踩他的头发，反正这个文献不一样。但是有一件事是可以确定的，就是说他的确请了一个高僧踩他的头发，这个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但是怎么理解这个事呢？以前我们直接就跳过去了，我觉得这没什么好理解的。这个人反正很荒唐，就是这个人是一个行为乖张的人嘛，所以找一个人踩他的头发，好像也没什么，好像也没什么难理解的嘛，对吧？啊，皇帝嘛，你怎么能让和尚踩你的头发？但是在那时候我们没有深究。我们先把这个存在这儿，我们往后讲啊，就是说，这个在犍陀罗地区啊，然后有很多新的故事出现，就是这些故事对佛教美术影响很大啊，这些佛教的艺术主题是经常看到的。这个比如说这个舍身饲虎的故事，这个是东亚美术的一个很重要的主题，在日本的玉树虫子上就有，在我们这个吴越国出土的那个六金阿育王塔上也有这样的故事。就这个故事已经非常普遍了，就是舍身饲虎，就摩哈这个萨图纳太子舍身饲虎的故事，还有什么歌咒茂歌的故事，月光王饰演的故事，就是这个犍陀罗的艺术啊，这个佛本身故事呀，我们总结呀非常有特色，什么呢？他特别强调布施，就是他跟印度不太一样，就是他特别强调就是布施是什么？就是帮助别人。就是有的把自己的血肉布施出来，有的人把自己的眼睛布施出来，有的把自己的财富布施出来，就是去帮助别人。所以犍陀罗的这个佛本身故事里面特别强调就是这两个字，就是布施。我后来想想，这其实就是大乘佛教的核心精神嘛，就是说你这个原来你要靠自我修行成就嘛，你现在的话，他给你打开了新的大门。如果你自己不能苦修的话，你可以通过帮助别人，你同样有功德。所以他就一下子打开了这个给很多阶层打开了修行法门，这个佛教一下就发展起来了。所以犍陀罗的佛教美术里面特别强调这个，很多故事，很多佛教都是讲怎么帮助别人的，怎么布施的比如说这个大英博物馆保存的一件这个歌咒茂歌的故事，就讲这个老鹰追着鸽子，鸽子不让老鹰吃，然后躲到这个国王身后，这是犍陀罗，这是这鸽子，这是老鹰，老鹰拿开脱落了。然后这个老鹰就跟国王讲道理，说他不吃鸽子的话，他也会死的。然后国王说拿自己的血肉来补，然后老鹰说要跟鸽子的重量一样，然后就拿了杆秤。然后这两个女生按着这国王在从大腿上割肉然后最后就是这国王这个
这个体重等于鸽子的体重，然后他整个就做了这个布施的特别血肉。当然最后这个第10天出现了，这早期佛教美术里面这个手里拿着金刚杵的这个人，就是第10天，他出现之后又把这个故事复原了，让国王获得了拯救。就是这个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宗教牺牲精神的一个作品啊，在基督教的美术里也经常看到，就是这个宗教牺牲精神啊，这个很容易理解。在大英博物馆，他可能先看中就是这种他特别能理解，然后就把这个搁走了，就放到大英博物馆。我们这个敦煌也很多，对吧？你看敦煌的画成这样子，就是这是那个这是四比王，就是那个割肉毛壳里面的主人公，他就是释迦牟尼的前世啊，这个人在磕他的腿。还有就是舍身饲虎的故事，我讲了。其实这些故事呀、都是犍陀罗发明的，在印度没有。这舍身饲虎的故事，这个那个故事发生地，一直到南北朝时期，老百姓还去看一看，就是当时的革命圣地还在，都跑去看那个当时这个故事发生的地方。但是这个传到了中国之后，慢慢的我们就不关心它发生在哪儿了，就变成一个普遍性的故事。这个这犍陀罗很多这样的故事啊。那么我们看到犍陀罗最热衷表现的一个故事之一啊，就是这个故事，这叫燃灯佛受记啊，这样的一个故事，在佛教美术里面很流行啊。这个故事讲的是什么呢？这个故事讲的是过去佛燃灯佛，这个不是释迦牟尼，这是过去佛燃灯佛，这是大都会博物馆啊。我们的释迦牟尼在哪呢？我们释迦牟尼在这儿，那时候他还没成佛。就是佛教的故事呀，佛教的这个佛传故事跟基督教很多教都不一样。你看我们读这个圣经啊，他在讲到耶稣的故事的时候，就是从耶稣出生讲起的。但是佛教不是，你们读太子律应本纪经或者修经本纪经或者本经奇经，但凡读到释迦牟尼的故事，20世纪开始，我们看到他第一个故事一定讲的是这个故事。这个故事是什么呢？是讲的是释迦牟尼前世的故事，就是那时候释迦牟尼没有成佛，释迦牟尼要通过累世的修行，累世呀，修行很多世啊，这一世是个商人，下一世是个学生，再下一世是个国王。那么其中有一世啊，他是个梵志，就是说大家变成学生就好了。然后呢，他呢这个非常的勤奋的修行啊，修行菩萨道。然后这一天呢是燃灯佛进城来了。他要去见燃灯佛，然后他在路上呢买了5朵莲花，从一个女生手上啊，这个女生是耶稣陀罗的前世，就是释迦太子的将来成婚的对象啊。然后当时这个女生手里有7朵莲花，她花了自己所有的钱买了5朵，所以这个女生手里还剩2朵。所以你看宗教美术它是很准确，它这个但凡有3朵，我就说它是假的。就是他这个很准确，他就是买了，他人家算得很清楚，总共7朵莲花。这个释迦牟尼前世买错了5朵，女生手里不就2朵吗？所以这个女生手里，所以这个你看它的真实性就很高，对吧？真的一般谁造假读书不像我们这么细的了。当然现在这个盗墓的水平越来越高，这确实他们的学术水平很高，而且人家很勤奋，然后比我们研究生勤奋多了，读论文读细的，然后那个。我也做隋唐史呀，我们隋唐那个盗墓的，人家家里成套的考古杂志，然后那个唐研究杂志都是一本不缺，这个学习与我们程度之深，不是我们一般的这个研究可以的，水平非常高。那这个像这种细节是没有什么问题，这是阳。那么他买了5朵莲花之后，他就找到这个去见燃灯佛啊，这个也是他啊，这是用一图多景的表现方式。犍陀罗特别喜欢用一图多景，这个我不太懂那个啊，就是他有点像那个还不是毕加索，他反正就是他这个主体人物不动，燃灯佛不动，然后这个人是那个释迦牟尼的前世，这个也是，他3个是一个人，他是一幅画，但实际上他描写的是2幅画。它深入虚空是一个场景，镜现莲花是一个场景，护法眼睛是个场景，它在一个地方全部表现出来了。早期佛教美术有特别多这样的东西，就是这个我们敦煌好像没有学这个东西，敦煌的美术其实更汉化，其实敦煌跟科斯莱的美术风格完全不一样。敦煌我觉得它更主要的是中国的风格，它主要突出的是大乘佛教的菩萨精神，再加上西域的禅观。它跟科斯尔都不太一样。那
好，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故事是讲的什么呢？就是他见了燃灯佛，然后把莲花给了燃灯佛，这个5朵莲花驻留在空中没有掉落下来，然后呢，他看到地上很脏，然后呢，他就趴在地上把头发解开，让这个燃灯佛踩他的头发过去了，然后燃灯佛就做了一个预言，做了一个授记，就说这个孩子呀，在多少多少劫以后，在遥远的未来，他会成佛的，他的名字叫释迦牟尼。然后讲完这个故事之后，就是我们后面就开始讲释迦牟尼开始怎么出生的，怎么投胎到摩耶夫人肚子里去的，白象入胎，又显而生，还有那个什么浴佛就开始展开了。他等于说这个在佛传故事前面加了个帽子，这个帽子是很奇怪的一个帽子，就是讲了一个释迦牟尼的前世。这个故事中心思想是什么呢？就是告诉我们释迦牟尼为什么成为释迦牟尼，就是释迦牟尼成佛的依据是什么。其实他最重要的就是他做了这个动作，然后释迦那个过去的燃灯佛给他的身上性，这是英语叫 legitimate， 就是他做完之后，我赋予你的身，比如我赋予张老师这个下一世成佛，因为他请我吃了碗面，然后呢就多少多少劫以后，然后他就成佛了，就这么一个故事。在印度没有这个故事，印度就是连文献带图像都没有。所以我都是阴谋论，我有时候阴谋论，我说这个故事就是犍陀罗人编的，就是为什么呢？因为历史上那个释迦牟尼没有去过犍陀罗，不可能去过。但是呢，他没去过其实也没关系，因为他的前世来的。就是说，所有的佛教的神圣历史都要从犍陀罗讲起，因为你这个神圣，你是发家是在这呀。对吧？你没有受记，你哪来的成佛呀？所以这个故事就特别热衷表现，就是在大乘佛教里面非常热衷于表现这个故事。我们数过，就是在犍陀罗出土的这个佛传、佛本生故事的佛教里面，就它最多。就是考虑到它这个偶然性保存下来的这个偶然性的话，那也是很多的。这至少说明就是当地人很重视这个故事，对吧？很重视这个故事。这样的作品很多，这是弥补博物馆保存的燃灯佛手记的故事。这个燃灯佛，这个是释迦牟尼，这个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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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释迦牟尼。这一件非常的有意思，它这个整个释迦牟尼这个整个故事沿着燃灯佛讲了一遍，讲了一遍。这个大家可以数数1朵、2朵、3朵、4朵、5朵，就是它是5朵莲。前几年坊间拍了一件是6朵，对，拿来让我看然后我说这个我就只能说很漂亮。其实我说很漂亮，其实就是实际上这个像这种数字是不能错的，一错那绝对是假的。你宗教的美术家，对吧？宗教的艺术家怎么可能会犯这种错误，对吧？这是弥补博物馆，然后这是大英博物馆，大英博物馆也保存了有这种图像。这个很多就是这个很多描写这个故事，你看这也是燃灯佛手记的故事，这也是燃灯佛手记的故事。这个像这种拉克尔博物馆保存的这种佛塔，佛塔上面呢，就是它最早的佛塔呀，上面都是选了一些释迦牟尼一生的高光时刻，然后有的是4象图，有的是8象图，有的是12象图，用这些高光时刻来描述了释迦牟尼一生的这个神圣历史。所以大家知道有绕塔嘛，然后好多觉得绕塔有功德，绕着塔转一圈。就是最早主要原因就是上面有这个释迦的一生的历史，好像你转了一圈之后，你就把释迦牟尼的一生好像快速的经历了一遍。然后这个其实我们那个人民英雄纪念碑也是这种方式。这个他们最早说这就是从希腊学来的，佛教美术就是用了这种办法来描述就是选取这个历史上最经典的画面，用这些画面组成了一个史诗。这是佛教的这个佛塔之前都是这么干的。然后它第一块它标在博物馆标的第一块是燃灯佛手记，这个就是燃灯佛。因为为什么这一块是它的开端？就是释迦牟尼之所以成佛嘛，他为什么能成为释迦牟尼？那么他的故事的缘起，它的源头是什么，对吧？然后第2块是这个，
我就说，但凡有个帽子，他不是佛，他戴个帽子就表示他还没成佛，他就是还在后补，在天上后补。云冈这些有很多，对吧？云冈、龙门，这个敦煌、克孜尔都有。三世佛的信仰呢，在云冈也很多，对吧？当然就是说，在《法华经》的影响下呢，它会有一些变化。那个变化，比如说这个下面就是双目并作，表示是释迦牟尼和度果佛。法华思想很重要的一个思想就是它强调众生皆可成佛，然后它又把时空给打破了。因为按照原来的佛教的这个观念啊，我说的通俗一点，以前的佛教的时间观念是燃灯佛、涅槃之后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佛涅槃之后就是将来是弥勒，所以大家看到是一条线性的发展道路，对吧？这个《法华经》把这个时空给扭曲了，它有点像量子物理，就是这三个佛可以在同一空间出现，就是释迦牟尼佛虽然涅槃了，对吧？但是它还是可以出现的。甚至多宝佛都能出现，他就是把他那个就是这个给大众更多的希望。另外，他就是说众生皆可皆有佛性啊这些。云冈有很多这种，你看这个表现这个燃灯佛，你要不注意看，有的时候它就没了，就是它下面有个小人的，它都有个小人的。我一直怀疑啊，就是云冈石窟有一窟的那个大佛像啊，其实是燃灯佛。他前面原来是有个小人的，后来他们不知道咋弄的，然后那小人给弄没了，铲掉了或者怎么弄，反正没了。没了之后他就忘了，其实那是个燃灯佛。那燃灯佛最大的特征就是旁边有个人跪着，让他踩他的头发，这是他最大的一个图像特征嘛。这个图像特征，但在当时应该是一个常识，老百姓一看就知道它是什么，对吧？燃灯佛受记嘛，表示的是这个过去佛啊到现在这个历程。但是这个慢慢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不了解这个东西了，就不知道这个它的意涵是什么。那么另外呢，就只有文献没有图像，就是当年的洛阳城，就是那个伟大的北魏洛阳城啊，这个修建那个全世界最高的建筑叫永宁寺塔，这个大家最熟悉的。但是当年的北魏洛阳城除了那个永宁寺塔之外，还有一件奇观。就是他们在北魏洛阳城啊修了一个巨大的这个佛像。以前呢，我们没有这个看石刻材料的时候，我们都以为那是一个释迦牟尼像。但后来呢，我在那个平夷王高润修平顶寺碑里面找到文献，人家记载的非常清楚，就是当年在北魏洛阳城，老百姓耳熟能详的那个城市风景，那个巨大的佛像实际上是燃灯佛像，就是他们曾经在北魏洛阳城修了一个巨大的燃灯佛像，而且呢，在文献的记载很多，说的很有灵异啊，说国家要出现问题的时候，他就会流泪啊，等等啊，在《洛阳奇兰记》里有非常多的记载啊，有非常多的记载。那么这个高润这个，我为什么说高润呢？因为待会儿要说到那个，就是那个北齐皇帝高阳，他的这个思想从哪儿来的？就是这个碑里面，平等寺碑里面说啊，就平等寺，就是洛阳平等寺，北魏洛阳城平等寺，说在永平中造定光佛像一具，高2丈8尺。这个定光佛像就是燃灯佛，然后是一个铜的佛像，外面是涂金的啊，等等。那这个其实我讲到这里啊，大家也明白了，就是我最初给大家抛出的那个故事，就当年那个北齐的开国皇帝高阳请那个和尚踩自己的头发。那个事儿，我们就知道了，他不是荒唐的，他不是喝醉的，或者说他是一个行为乖张的人，而是他非常理性，他在认真的执行那个燃灯佛授记的这个事，就是他专门请了高僧法上来踩他的头发，通过踩他的头发授予他这个统治的合法性啊。那他这个思想从哪儿来的呢？从他爸爸和他哥哥来的，因为我们从碑刻材料能看到的，就是北魏洛阳城那个巨大的燃灯佛像呀，跟他们高家关系密切，就是他爸爸跟他哥哥呀，是他前2代的统治者，他们都是对这个燃灯佛的信仰非常的投入精力，就包括什么呢？就是那个，这是北齐皇室修的塔，就是它包括那个法上，就是踩高阳头发那个法上啊，就不是这高阳请来的，是他哥哥请来的。是高澄请来的，很可能是高澄为自己做准备的。本来让那法上踩自己头发的，
结果高澄呢就莫名其妙被谋杀了。一直到现在，我们都怀疑是高阳杀了他哥哥，因为他很奇怪，就是正吃饭的时候，那做饭的厨子进来把高澄给杀了，然后这个皇位就传到了高阳头上，所以高澄辛辛苦苦准备的这一套采头发仪式都被高阳给，就是这么来的。就是我就是一个就是告诉大家说，他那个行为举止是理性的，不是非理性的，他是在执行一个燃灯和竖旗的仪式。这个仪式的证据，我们可以从这个建筑楼找到大量的图像来证明，这是大乘佛教的一个重要的思想啊。这是北齐的修的修定寺塔，这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国宝哈，在安阳。它这个上面这个就是描绘的中心思想，就是北魏的皇帝是佛教的转轮王，是佛教君主。这个上面都是绘的转轮王的器宝，像这种拿宝呀、象宝呀、灵宝啊这些。然后前些年挖地宫挖出来，就再次证明，这是当年北齐的皇室成员一起这个发愿，然后修建的这个塔。然后这个塔是具体执行的是谁呢？就是法上，就是采头发、采那个皇帝头发那个法上修的塔。就在今天，安阳现在不太受重视。其实这个南北朝从这个整个南北朝到隋唐时期，今天的这个河南的北部和河北的南部，就包括今天的新乡、鹤壁、安阳、河北的磁县、邯郸这些地方，实际上是佛教艺术的中心啊。其实青州这些东西实际上都在它的边缘，都是在边缘。那个灵泉寺、响堂山，就是不能把它割裂开来，就是说这个地方是整个一体的，就是说它既是佛教的中心，又是佛教美术的中心。从这个河北邯郸以下，是吧？然后河南新乡以北，这个原来就是佛教的中心，所以有大量的佛教的这造像，包括大旗山的造像、虎丘山的、灵泉寺的、北响堂山的，这都非常多。但现在比较麻烦，就是这个地方连个好大学都没有。这个河北这个只有个邯郸学院，估计连历史系都没有。然后南边安阳都没有一个学者是做这个东西的，所以这一块完全没人做。你看洛阳已经被低估了，洛阳因为还有个洛阳师范学院，但是这个地方是啥也没有，所以实际上这个留了一大堆东西。最近这些年，邺城考古成果很多，我们身边的何立全老师他们都在那挖那个北朝造像，挖出来很多北齐的造像。这个也是其中一件嘛，这个也是其中一件。这个原来那个生产队的时候，他们在这里面沤粪用的，就是那个这个弄塌了，其实是弄塌了。那个顶是仿照北京的北海公园的那个白塔给补了一个顶，所以你们看着不伦不类的，因为上面是个藏传的一个顶子，原来是塌掉的。其实那个很好补，那个就是仿照那个舍利，就是武则天造的，那个就是临潼的那个庆山寺地宫啊，他做了一个模型，就是叫弥勒宝杖，这个东西也叫弥勒宝杖，实际上一对你就知道它上面就是一个摩尼宝珠，就是不是这个东西，这个东西是清朝，这个塔是，但是这个很有意思。好，我们这样我们就理解了，就是说，这是最近的这些年出土的这个燃灯和竖旗。这以前我们这个讨论了很多，它的年代是3到5世纪的，相当于我们南北朝，是吧？比我们的相当于我们的云冈时期，对吧？相当于我们的云冈时期。然后出土自这个阿富汗的首都喀布尔的这个郊区，它这个很有意思，就是说。它这个主体部分燃灯竖旗，这个我们都懂了，燃灯和竖旗，这肯定残了3朵莲花，然后这是释迦牟尼，这表示的是过去的事情，这个是佛钵，是吧？供养佛钵，这是背面是一个初转法轮的场景，所以它是用一件东西表现了过去、现在、未来，知道吗？在这个是有这个三世佛跟云冈有点像，这个但是它有地方性。它这个东西是在这儿发现的，现在都放在阿富汗国家博物馆，这一件也在阿富汗国家博物馆，在这儿发现的。这是巴米扬，大概做的坐标，这是巴米扬。然后这上面讲的这个燃灯和竖旗的故事发生在哪儿呢？发生在贾拉拉巴德，就是现在的地名叫贾拉拉巴德。
以前不是，以前叫纳街。然后这个玄奘法师呀，西行求法的时候，在这停留了很长的时间。在这停留很长时间干什么呢？就到处参观这个故事发生的这个圣迹啊，就是有的地方，比如说不发眼睛的地方还建了个佛塔，满花的地方建了个佛塔，所以玄奘到处去看，就是像旅游团一样到处去看当地发生的事情。所以这个故事本来是发生在这儿，然后台座上面呢供养的这个佛锅是保存在白沙瓦，就是佛罗刹。其实犍陀罗的核心区其实就是这个地方，就是白沙瓦到贾拉巴德这个地方，阿富汗的东部和巴基斯坦西部，这个在这个地方，这个以前是丝绸之路的重镇，也是佛教的中心，曾经是人类比较繁华的地方。原来的人类最高建筑就在这儿，就在白沙瓦，就是一直到有名寺塔修建才被超越。现在这地方就很穷了，你要去白沙瓦，这个觉得感觉这个非常的反差很强，因为以前它曾经是人类文明的中心嘛，那现在已经是现在白沙瓦是什么呢？是全世界黑枪交易的中心，就是这个全世界的这个枪支交易最大的市场就在白沙瓦，5块钱就可以买一把手枪，就是他们好多小作坊就是专门做枪的。所以原来是佛法昌盛之际，提倡慈悲止杀的，现在是一个生产黑枪的地方。这个所以这个故事，我们这个就是一下我们就有空间感了哈。我们觉得这个故事啊，这个故事发生在这儿啊，东西在这儿，佛保存在这儿。如果这个故事，我在想，如果要是一个住在阿富汗东部的人的话，他知道了这个故事之后，实际上他当天他都可以跑去看看。去看看佛国在哪，去看看这个故事发生的地点在哪。就是我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故事最初的时候，人家是一个地方性的故事，是有个具体时空的地方的。就是这个传到中国之后，我们中国人不关心它发生在哪儿，我们所有的这个地理空间都抽掉了，我们只关心这个通俗的，就是它的通用的部分。所以我们一旦讲到燃灯收集，我们看到云冈、龙门，我们看到敦煌的燃灯收集的图像。我们不可能想到这个故事发生在阿富汗东部的，因为中国人不关心这个，是吧？但是必须说，它最初就是一个地方性的故事，这是到中国之后被改造成了一个普遍性的故事，像这种很多。这个是集美博物馆的，这是在阿富汗国家博物馆，这是猕猴博物馆，这几个我们还有15分钟，我们可以再稍微多说几句。就是还有这个是犍陀罗在20纪下后半期特别流行的一对夫妻神。这个男的叫班智加，女的叫赫利蒂或者叫维斯姆。原来我们讨论他们的时候呢，就认为女的是生育之神，他拿着这个希腊的这个风摇教，就是虽然是佛教的神。右边呢，我们认为他是个财神。这是财神，这是生育之神，这是早期的犍陀罗的这个，但是这个东西跟中国是有点关系的。我们看到这个佛传故事，这是早期的犍陀罗的这个浴佛，就是小孩出生了是由这个龙王兄弟给他浴佛的。到中国之后，我们就发成了9条龙吐水里的浴佛。这九龙浴佛是中国人的发明，这个一听就是中国人的发明。我们对酒是很执着的。对吧？2个人不够，一定得9条龙。因为很多寺院做的那个9龙浴佛的那个，这个很早就开始。但这是那个这个有些保留，比如这是犍陀罗的符标，表示的是释迦太子这个射箭的场景，因为他要迎娶耶输陀罗，他有2个竞争者，所以基本上是通过比武招亲的办法，然后迎娶了耶输陀罗。其中有一场比赛是射箭。根据佛教文献的记载呢，释迦太子的箭把那个靶子给射穿了，就是那个靶子上没有箭，就是射穿了。这个都会出现一个细节，就是有一只猕猴帮着他，然后取得了比赛的成功。我们看到这个也是，居然它是一样的，它出现了这个猴子。中国人也是给他画猴子，就是表示这个在射箭。但是这是3个人，为什么3个人呢？因为他有2个竞争者，一个提婆达多。一个他的同父异母的弟弟叫南陀，这是这个太子精木啊。
这是犍陀罗的，这是云冈，就是表现的就是他这个繁华落尽呢，看到世间劫苦啊，他最后就决定逃走了，他要出去修行。这是逃走的故事。右边呢是犍陀罗的非常有名的遇强出走，就是释迦太子离开他的宫殿，然后出去修行了。这个故事被重点描述，因为它是释迦牟尼走向神圣的开端嘛，告别了世俗生活，最后走向了修行之路。那个左边的是我们的那个云冈表现的这个遇强出走的场景，遇强出走。我们接下来有几分钟呢，我们讲一讲这个人，就是在这个犍陀罗2世纪、3世纪的这个佛教里面，经常在释迦太子的马前会出一个人。这个人呢，手里拿着长矛，拿着弓箭，手里拿着剑，是一个武士的打扮。关于他的讨论了100多年。西方学者包括伏羲都认为他是魔王，他要阻止释迦太子出家。有的人认为他是毗沙门天王，有的人认为他是帝释天，有好多种理论。就是我们用中国的文献还有这个图像，我们可以把他的名字定出来。这是早期的早期的佛经啊，我们看到这个佛经曲路文字母写的犍陀罗语的这个就是这样，早期的佛经都是这样写的。这个有意义在哪儿呢？就是我们后来发现，我们中国早期翻译的佛经，它不是从梵文翻译过来的，它是从犍陀罗语翻译过来的。而犍陀罗语的佛经呢，现在基本上都很难找了。汉文佛经，早期的汉文佛经反而是最接近释迦牟尼这个教诲的话。所以我们现在就是重新去审视汉文佛经的重要性。我也用这个早期的汉文佛经去理解，就是那些图像还是很有帮助的。好，我们把这个完整的故事讲完。就是我们民间呢有一个，我们中国民间信仰呢有一个武道将军，或者叫武道大神，现在大家已经不熟悉了。就是其实呢，这个在我们这个解放前其实从魏晋南北朝一直到我们的民国时期，尤其是在华北地区这个神是很流行的。在山西山东河北北京就是那时候到处都有武道庙，武道庙里供养的是谁呢？就是武道神或者武道将军。一直以前我们都认为他是个道教的神，因为这个名字一听武道将军好像是道教的。然后一直到这个日本有一个学者叫小林义久他在吐鲁番文献里找到了他的名字，终于证明他是个佛教的神。当然我们有更简便的办法证明他是个佛教的神这个神曾经非常流行包括在通俗文化里，我这举了几个，比如说《水浒传》里，《水浒传》里经常会出现武道将军包括其他的小说里都有的。就比如说那个这个潘金莲的一节，就是说这个西门庆想去跟潘金莲搭讪，他找了这个王婆帮忙，王婆就警告他，王婆说这个人家是阎罗大王的妹子，武道将军的女儿，问他怎么地，就是说你打听人家干嘛？人家是阎罗大王的妹子，是武道将军的女儿，人家是有背景的，是吧？因为那个他弟弟武松不是当时的公安局长，所以他觉得他是有背景。所以从这里你也知道，这个武道将军他是在通俗文化里很流行的这是北京那个门头沟的，这个还在现在还在。所以我就说北京有很多武道庙，以前北京那个西城区韩家潭西口有个武道庙，这是门头沟的那个有一个武道庙，南城那个虎坊桥上有个武道庙，山西有非常多武道庙，山东潍坊还有个武道庙的这个博物馆它基本上它就被认为是一个掌管死后世界的这么一个神，就是死了之后你可以去给他讲一讲，然后他会这个让这个人就是这个重入轮回会有这样的一个事情。但是这个神呢，就是在中国很早就已经流行了。这个是吐鲁番文书，在高昌国时期呢，这个武道大神的信仰或者武道将军的信仰已经非常流行了，很普遍。这是吐鲁番出土的60多件的这个隋大遗部书其中有1/3都提到了这个武道大神。这个我们给大家看的是其中一件，是公元543年的孝资隋藏遗部书，就是孝资是个人名，他去世了，然后请了一个法师，这个法师叫果愿，这个法师在写了封信
给武道大神。这封信是什么意思呢？他说呀，佛弟子孝资，这个人不错啊，活着的时候持佛五戒，专修实干。这个月的6号去世了，会经过你那里啊，经摄武道，会经过你那里。你要让他选择自己想去的路，不要为难他。上面列的都是他平生所用之物啊，然后等等，不得冤恶情流，急急如律。就是武道将军啊，就是主管武道的神嘛。我们知道佛教是6道轮回或者5道轮回，认为众生都在这个5道里轮回的。这个天道、人道、三恶道包括畜生道、恶鬼道和地狱。就是人一生告别这个世间的时候，会根据他的这个累世的功德，决定他下一世转世到哪儿去。就是转世上，好像这个它有点像那个银行系统，就每个人都有账户，去世的时候打开看看有多少份儿，然后决定你下一世转世成什么。就是佛教就是对这个很重视，所以它有一个神叫武道大神，就专门管这个，就是管这个。就是通过吐鲁番的情况，我们看到他专门管这个虫，转世，就是所以他会人死了之后，他会法师会写封信给武道大神，告诉他你不要为难他，他想到哪一道就到哪一道，大概是这个意思。这是我们那个这是那个北魏的这个关中地区的啊，这个富平县出土的那个这个范永祖造像碑，它比那个刚才看的一件要早11年。我们只看到了局部哈，为什么呢？这个碑不见了，这个碑呢现在不知道弄哪儿去了，但是拓片在。我们看到就是说这个是它局部的拓片，这个拓片上画了一个人，手里拿着长矛，坐在胡床上，就是马扎，在马扎上，前面有5道光芒，象征着5道轮回。这个旁边呢是有一个榜题的，就是词武道大神，大概是神啊，什么罪人。就是说这个是武道大神呢，在审理这个罪人啊，所有人都要到这儿过一遍，要给大家分到哪个道去。那么他的这样看可能更清楚点，就是一个将军手里拿着长矛，坐在胡床上，前面有5道光芒，象征着他是5道轮回，旁边有榜旗。然后跟他一起出现的是谁呢？就是阎罗王。就是他俩经常一起出现，从南北朝时期就是阎王加武道大神，在敦煌文献里出现的更多啊，一直到明清小说里他俩还挨着，就是这2个人呢，好像都是佛教的一个管死后世界的神。然后这个阎罗王坐在这里啊，这个旁边有榜题，此世途人今长阳命，就大概过去是生前是一个屠夫，然后现在他要偿还羊的命，可能这样。这就说明这个武道大神的信仰在这个6世纪的时候呀，在吐鲁番呀，在内地啊都非常流行。那么在敦煌文献里很多敦煌文献里这比如说说这个他好像给这个有分工是吧？武道大神跟这个阎王有分工。当然实际上中国还有一个神叫泰山府君，泰山府君以前主管死后世界，但是到了中晚唐以后，泰山府君基本上就消失了。从中国的信仰世界里没有了，就只剩下了一个阎王，但是那个武道大神也没有消失，武道大神后来变成了10殿阎王中的一个。就是到中晚唐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个特别有名的这种地藏地藏武道十王图啊，这是原来张东老师他们做的研究很多，就是到中晚唐以后，中国的死后世界权力结构就奠定了。首先地藏菩萨是吧？然后是10殿阎王，有10位阎王，然后在5道里轮回。那么这10殿阎王里面，其中有一个呢是特殊的，就是说他的服装是特殊的。那么是谁呢？就是这个左边第一个，他是个将军，只有他是穿着铠甲的，其他都是文官，其他所有都是文官，只有他穿着铠甲。然后他是谁呢？他就是武道转轮王。就是简单的讲，其实武道转轮王就是以前的武道将军或者武道大神。随着10殿阎王的兴起呢，就是说他变成了10殿阎王中的一个，因为阎王变多了，原来一个现在10个，10个的话就是原来的武道将军就变成他仍然保持着这个将军的打扮。这个敦煌的这个绢画里画的武道转轮王，就是一个将军的打扮，是吧？然后这个画的这些光芒，就象征着武道轮回。
这个画法其实跟那个我们看到北魏的范独子照相碑上画的是一样的。那当然那个比这个早400-500年啊，这敦煌的要晚一点，那个是5世纪的，到400年，300-400年。就是这个也是啊，你看这个他画的这个武道转轮王也是个武将，然后这个他画的这个轮回的这个情况啊，佛道这个人的学术水平不是很高，他把佛也放进了武道轮回。其实这个佛教就是理想就是跳脱轮回，就是说成佛的目的就为了跳脱轮回。如果佛是六道中的一道的话，那还跳脱什么呢？对，就不知道他不知道怎么画的，就是为什么把佛也画成一道，我们也无法理解。人道、畜生道这都没问题，他专门给蛇画了一道，是个蛇道。这个人可能比较痛恨蛇，所以专门给蛇画了一道。然后这个是这个恶鬼道、地狱，对吧？1道、2道、3道、4道、5道、6道，包括佛也画进去6道的。佛不是那个，但是我们看到就是说，它这个构图啊，它的形式表示它是这个武道转轮王的这种表现形式，都是这个前面都是用这个形式来表示的。一直在前面我们看到的这个也是，这个仍然是这个表示它是武道转轮王。其实呢，通过早期的佛教的翻译的易经呢，我们大概能猜到一些东西。比如说这个我们最早的翻译的这些佛经啊，最早的是《一出太子本纪》，已经2世纪了。他在讲到这个故事的时候，释迦太子遇强出谷的时候，他讲到走了10几里，见到一个男子，这个男子的名字叫奔石。奔石是谁呢？鬼神中大神。然后呢，左手持弓，右手持剑，然后身后有3道。天道、人道3者离离恶人之道，就是天道、人道3恶道，那时候还没有分成3恶道，就变成了3道，实际上是5道。所以我们从最早的文献知道，这个人的名字叫奔石，奔石大概就是翻译的音译的一个名字嘛。那他的工作，他的性质是鬼神中大神，是个夜叉，然后呢，他是主管武道的神。再晚一点，太子令本纪经说他是主武道大神，就是说他是主管武道大神。他的名字叫奔石，身后有3道，天道、人道3恶道。然后再晚一点到《婆药经》，《婆药经》就很晚了，《婆药经》里面就讲他叫武道神，他的名字叫奔石，住在武道头。他是说他在梵天之际受毗沙门天王的命令，守在武道路。那么这个奔石写成了奔跑的意识，这个就误导了那个做佛教语言的学者，就是我们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学者叫新岛敬志。他在研究这个人的时候，他就用了这个文献，他认为这2个奔，后来写成奔跑的奔，大概奔跑的奔是对的。然后他认为奔跑的意识或者奔跑的心是什么意思呢？他就找到了一个人，那个人就是毗沙门天王。毗沙门天王的梵语呢，就是奔跑再加上心，就是合在一起的。所以他完美的推出来，就是说这个人就是毗沙门天王。这个理论呢，非常完美，就是没有任何瑕疵，唯一的瑕疵就是它是错的，就是这个解释是听上去是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就是它这个字它是通假的，它实际上最早都是翻译成奔，对吧？就是这个奔。其实这个我们读这个文献的时候，就是非常清楚的能知道，就是什么呢？当你想一个外来词被翻译成汉语的时候呢，其实大体只有2种翻译办法，一种是音译，一种是意译。对吧？这个奔石大概就是音译的，就像我们翻译沙发，英语里叫 sofa， 然后我们就把它翻译成沙发，是音译的啊。其实我们仔细想想，沙子加上头发，怎么会是一个舒服的椅子呢？但是我们听这个音，我们就知道他是谁。但是同时呢，他又把它翻译成了意译的，就是这个主武道大神。所以这是一个人，就是主武道大神是意译的，奔石是音译的。那么这个人呢，就是后来进入中国的信仰世界啊，主武道大神就进入中国的信仰世界，变成了主管死后世界的神。当然，这个实际上在建筑楼他本来就是做这个工作了，在公元20世纪下半期他就很流行，只不过当时我们误以为他是财神，但是通过中国文献我们知道，实际上他是主管武道的一个神啊。这些信息有点错了，反正我们大体梳理出来，就是能够大概看出一个样子。但是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说最重要的2点，第一是图像上我们找到，就是说它实际上是有延续。像到了宋代，我们看到这个武道将军还是手里拿着长矛，长长的武器，是一个将军的打扮。最重要的是读音，
就是这个其实有个文章啊，写到最后，其实我觉得有的时候觉得文章也就几十个字就写完了，根本不需要写1万多字。他就我专门写的文章考证悟道大神，其实最后就是这句话，就是说奔驰这个词其实本意就是悟道大神，就是奔，就是学过梵语的同学都知道，奔就是悟的意思，就它本身就是悟的意思，就是它为什么会翻译成奔驰呢？就是实际上就是在公元20世纪后半期，在犍陀罗特别流行的那个神。那个人叫什么呢？叫班支迦，我们把它翻译成班支迦。班支迦的读音其实就是奔驰，用当时的音来读就是奔驰。就是简单的讲，就是说，就是那个人实际上就是曾经在阿富汗、巴基斯坦流行的一个当地地方神，叫班支迦。当时我们误以为他是财神，但是他传入中国的时候，他的身份实际上是一个主管悟道的死神。而他的读音被音译成了奔驰，而意译成了悟道大神。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逐渐忘了他的奔驰的音译，我们只记得了他的意译。就悟道大神被留下来的，这个名字留下来，但是奔驰这个名字没有了，我们不知道它是什么了。所以以后我们就把这个悟道大神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误以为他是中国的一个本土的神，甚至认为他是个道教的神。这就是1000多年发生了一个不断累加上的错误，最后得出一个结论。他们就认为这个悟道将军是个道教的神，是中国本土神，但已经忘了最初的时候他是一个外来神，他是从犍陀罗地区输入的一个神。而且这个特别巧妙的就是说，他不论是他的读音，他的形象，他的什么全对上，这个没有什么好说的，尤其是读音是一样的。那么我们再回去看，就是说我们看，就是说这是早期的这个就是犍陀罗的这个神呢，他往往在那个他是一对夫妻神呢。他的老婆叫班支迦，叫赫利利或者是韦字母，是主管生育的。他俩经常出现在一起，有的时候他俩出现在释迦牟尼两边，这就是最典型的这个班支迦的像，手里拿着长矛。就是他被翻译进来的时候，被翻译成了奔驰和悟道将军。奔驰这个翻译被忘记了，只剩了悟道将军。所以我们到了北魏的范度之道将军，他仍然保持着手里拿长矛的这个形象。一直到北宋还是拿长矛的形象，然后他主悟道大神的形象被中国艺术家给他画了5道光芒，来象征他是主管悟道的神。这个大概是中国人的创作，因为在犍陀罗没有人给他画这个5道光芒，只有在敦煌壁画里，在北魏的造像碑里面，我们看到中国的艺术家给他画成了5道光芒。而且他反过来对西方的对印度和犍陀罗的艺术是有影响的，是有帮助的。为什么呢？我们反过来我们就发现，就是说这都是夫妻神呢，男的是吧和女的。原来我们的解释，男的是财神，女的是生育之神，这个解释也很完美的。但是至少就是因为西方本身就有一大帮学者研究这个印度的这个艺术啊，研究这个亚洲的中亚艺术，至少有一点是被漏掉，就是这个人是一个死神。他在中国的文献记载的非常清楚，他是个死神。我们把这个知识给倒回去，倒回到这个犍陀罗的这个研究里面，我们发现他是个死神啊。所以这个老公和这个老婆是死神和生神，也就是夫妻神，正好一个主管生，一个主管死。这个老婆是主管生的，她把众生迎接到世间，然后她老公呢把这个众生送走，就是一死一生正好是轮回。这个就完美对应起来了。就是这也是我们中国文献对他们的贡献。那么这一点我们没有办法推进啊，所以我们再看，突然看到门头沟那个庙的话，你就发现它不是一个土神呐，它是一个阳气的神，它是一个外来的，闪耀着这个外来文明的光芒，是吧？门头沟人民不知道，它其实这是当年从中亚输入的一个神，不是这个中国本土的神啊。我还去问了我说那个五道口跟这有没有什么关系？没有关系，五道口没关系，五道口原来就是那个什么是铁路什么的，那个是没关系。但是北京的确有好多五道庙，就是这是有的，甚至这个有韩家潭呀，这个虎坊桥啊都有这个五道庙。所以我们看到中国，至少从这个可以看到中国文明还是挺开放的，中国文明是吸收了很多外面的东西啊。我们时间的问题，我们就到这里。感谢孙永刚教授的精彩讲演。
然后趁这个机会，因为在座的肯定都是这方面的爱好者和原先有一定的研究的人，来向这个孙老师进行一个请教啊。那个，你大点声可以吗？可以，都地话。孙老师好，我今天特别挑那个克里斯顿的一首给谢。你是校友啊？我不是，I hope so。然后我有2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其实上一回有一个讲座问了一下北镇老师，但是他回答的非常绝对，我还想再问一下你，就是科泽尔诗库有一个非常典型的这个就是菱形格，我想向您请教一下，这个有没有一些从美术史或者是宗教史的一些根源？科泽尔是什么渊源？菱形，就是科泽尔诗库里面不是有菱形格吗？对。就是科泽尔诗库的那个菱形格的渊源，就是据您的这个学术的研究和视野，有没有关于这块的一个洞察？第二个问题就是比如说现在对敦煌啊，对于这个西域这个佛教艺术感兴趣的人越来越多，但是就包括志愿者，也包括这个就是喜欢这方面的一些研究的人员呢，就是会发现要看的书很多，就是您有没有一些就是好的经验的建议，就是该怎么样去快速高效的学习？好，谢谢。好，谢谢啊，这都是很好的问题啊。第一个问题特别的专业啊，因为我没有这个就是科泽尔的那个灵格里面，它基本上是佛传故事嘛，佛传故事啊，佛本能故事那些，我们在其他地方我没有留意过，就是它跟敦煌不是一个脉络的，不存在谁影响谁的问题。其实最能跟它对比的，反而实际上是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当地的这个美术啊，但很可惜就是他们当地保存下来的壁画太少了。我之前我有个学生写过一篇，就阿富汗东部 A 窟的壁画，他那个就是我们往往把科泽尔其实科泽尔他的艺术风格，他的他要跟整个的这个大结构一起连在一起看，就是他要跟那个比如说阿富汗的这些东西放在一起看，跟那个巴基斯坦的，尤其是阿富汗的，因为他们大概都是说一切也不影响比较大。但是在其他地方没有可对比的东西，就是这个灵格的这个一个灵格的一个故事的这个，好像别的地方还都没看到，没有这样的，可能就是能对比的，可能阿富汗可能很少，如果发现的话呢，其实云冈可以，云冈有大量的佛传故事，我们可以比较看，就是他们到底选取哪个，重视哪个，我觉得可能是也是一个，我们年轻的学者里面，我们这个浙大城市学院有一个叫杨波的年轻学者，他做了好多年的科泽，我觉得做的挺好的，他可能知道的比我们多，这个回头可以问他，他这个专门研究科泽。现在其实图像好得到，所以是到了研究图像美术的黄金时代了。以前做敦煌学啊，那时候图像都看不到，那时候都用文献，大部分都是做文献的研究。现在我觉得敦煌啊这些地方最宝贵的，反而是现在它那种高清大图可以看得到，然后可以做艺术史的研究，做图像的研究，这的确是。就是你说的学习方面的话呢，我觉得可能是因人而异了。当然就是要读一些代表性的书啊，就像那个犍陀罗的话，你以前龚志钊写过一本小册子叫美术寻踪是吧？犍陀罗美术寻踪那个小册子其实写的挺好的，能够引人入胜。敦煌的佛教，敦煌的艺术史有没有什么通史？好像我也没有想起来，好像敦煌艺术史没什么特别好的、特别有影响力的通史的著作，好像没有。我们编了很多图集，就是敦煌美术有没有代表作的？就是赵胜良老师写的敦煌的美术史。对，赵胜良老师是可以看，因为赵胜良老师是系统的这个日本美术史的训练，他也写过一些美术史的东西。
将来可能会有一些好的，比如说这种更系统的这个书的出现。好，还有哪位？非常感谢孙老师的分享。然后就是通过本次的讲座呢，也感受到了就是在犍陀罗时期佛像艺术的出现，然后再到以及跟这样一个扩大，从大乘佛教的这个菩萨的出现，然后以及各种佛本身的故事，讲究奉献呀等等美德。那我的问题呢是说，是否有一些艺术造像去讲述这个佛教中很重要的这个空性的智慧？佛教智慧。就是去讲它这个空的这个概念，就是在我理解呢，比如说像咱们看的这个舍身饲虎，它好像是一种说不执着肉身的一种表现。然后，所以我也想请教就是孙教授，那是否有其他的故事去这个告诉人们这个去讲究这个佛教中这个空的这个概念？有的，因为这些很多，它有的故事表现在一个思想主题就是有的比较具体的，比如说在阿富汗的那个壁画还有在科泽尔的里面，他们有的装饰画里面就是会出现白骨的形象。其实这个就是实际上就是在宣传可能是无常这样的就是你说的这个可以不那么执着于尘世间，可能也跟禅观有关系，告诉你其实世间繁华落尽，实际上一切归于寂灭，大概也会有这些思想。科泽尔的壁画里面，甚至他的装饰画里面都有就是那种在那个纹样中间都会出现白骨。而且这种东西还不是只有科泽尔有，在阿富汗的壁画里面，曾经有出现就是佛弟子的这个讲法目犍连给舍利弗两个人讲法，非常有意思。这两个人讲法中间呢是一具白色的这个骷髅，然后两个人围着那个白色的就是一具骨架，然后再讨论在讨论可能在讨论你说的这个就是所谓的空的意义吧，就是人生的意义这些，甚至就是有到文饰里面，它也佛教里面表示生死轮回的很多，表示这个无常的也很多，表示这个牺牲精神的也很多，都有很多有些故事，它可能中医思想也就是在讲这个，总之就是，如果把它上升到后面讲的哲学这些东西，其实艺术在表现哲学的时候有点无力，就不知道怎么来解释。就是艺术很难去表现出来一种很理性的这个哲学，它很多时候它是需要感性的东西在里头的。但你说的很对，这就是也是我们考虑的这个学术方法上，比如说我们讲大乘佛教兴起了，我们历史可以梳理的挺好的，文献可以梳理的很好的，但它怎么在美术上呈现出来？就我们怎么从美术上来讲，就是说这样一个思想的变迁然后怎么对应？但是我们能看到就是有些主题的兴盛和一种主题的衰落。比如说到了唐代的时候，我们中国佛教美术不太热衷于描写那个累世修行，就是累世修行是很苦的，然后一世一世修行积累功德，然后最后你才能解脱。到了唐代以后很少这么写，我们那时候重点描述开始是这个西方极乐世界，就是你只要念诵阿弥陀的名字就可以了。既然有这种方便法门，那谁还去累世修行？是不是有这个原因？然后就是我们看到就累世修行的话就少了，这个他就那个什么呢？很多主题，它以更容易传教的方式来进行，呈现神圣性，呈现这个的话，也有苦行像，它也在表示这个，就是这个对，包括那个太子惊梦这些主题表示这个人世间繁华落尽，一切归这个衰败就是
一切都是虚妄的，这些表示也有的，也有。它往往佛教美术是用对比的方法来描述，上半部分给你描写的就是那种繁华的景象，但是到下半部分给你描写一个衰败的景象，两下对比，就是他在告诉你一个主题，就是说世间繁华是不足斥的，到最后都是归于寂灭，是有这样的表现方式。谢谢孙老师。这个回答我觉得特别好的，就是解答了我的这个疑问。因为之前的时候，我就感觉很多佛教的语言，它是用比较否定的这种叙述，比如说你执着有是不对的，但你执着空也是不对的，所以就要不着相。但我觉得这在美术的表达中，其实是一个让我觉得，那这个要怎么表达才能让人们不要堕入这种错误的思想呢？那我觉得通过无常，还有就这种虚妄，是一个很好的。感谢。时间应该可能还有1位观众可以提问。感谢教授特别有受益。您在课程的之初讲了一个说各个时期的这个佛造像是有很大不同的，就是各自都有各自的风格。然后比如你还举了一个特别形象的例子，比如说阿达命时期的这种视觉图像，大家一看就很清楚是那个时代。所以我有一个问题，就是比如说犍陀罗时期的这个造像，摩托罗时期的这个吉多式的，还有这个萨尔纳特式的这个造像，那么如果您用您研究多年的这种思路的话，您有哪些可以简洁，或者有哪些细节能给我们就大致讲一下它的突出的一些区别吗？谢谢。对，这个是也是非常重要的话题了，也是很难的话题。但是就是比如说那个犍陀罗跟马土拉呀，他们的这个造像呀，有些确实不一样，有些就不一样。比如说菩萨像，犍陀罗的菩萨像呢，我们一看就知道是菩萨像。但是马土拉呢，它这个佛像、菩萨像是不分的。就是如果你不看它的铭文啊，你不知道这一尊到底是菩萨像还是这个佛像。这个是这两个的这个可能是不是反映了两者之间思想是有差距还是什么啊？这个马土拉的佛像、菩萨像都是用一种勇猛精进的方式在描述啊，这个没有把它两个区分的特别的清楚。但是犍陀罗呢，我们感觉就是说，他对菩萨像的推崇是到了很高的地步。至少从这方面来讲，可能是不是犍陀罗的当地更重视菩萨性，更重视这个就是说所谓的这个帮助众生啊，或者是这个所谓的这个大行啊这种思想，上求菩提，下化众生这样的一个思想，是不是马土拉稍微少一点？马土拉最重要的问题是没有文献。它的东西也不是太系统。那么有些呢，其实我内心深处呢，我是觉得，这个可能像马土拉呀或者什么，这可能是一种地方样式，像斯瓦特呀这些地方，他们造的比较古朴，造的古朴不代表早，而只是说你像斯瓦特的，它本身就是它在北部山区啊，他们是不是造的相对来讲就是那种造型比较朴素质朴。而在核心区，你像我们通常说的，这个犍陀罗的这个核心的这个地方尤其是白沙瓦这是首都，它都是都市佛教，所以它的这个造像相对来讲，可能它更加精细。另外呢，它跟王权关系密切，所以对政治很关系。还有一个就是说，它受到多文明的影响，就是所以犍陀罗造像里面我们看到很多希腊化元素，就是有波斯的影响，有希腊化元素。马土拉相对就少，是不是因为它更靠近印度腹地，更接近一种地方性的样式？包括后期的那个基多人，那是另外的故事了，因为它就稍微晚一点了。对，其实最终又回到一个问题，就是中国的佛教的美术就是说它在哪个阶段到底受基多影响多呀，受犍陀罗的影响多呀，还是受马土拉影响多，对吧？像青州的这个现在又翻过来了，有的人说最近有人说是受到那个什么的影响，受到说那个李宁老师说受到了那个南印度的那个影响所以说没有证据，只是看着像，就是这也是艺术史这个比较困难的地方。
就是我们研究的这个部分相对简单，因为我们这个部分呢，它有文献，有铭文，有奇迹，我们拿这个文献去说事儿，好像比较简单。但是如果没有文献呢，那我们其实也说不准，就是说这个时候就有的时候就是靠看艺术风格呀，跟艺术主题啊，然后去断那个背后的故事，可能会是不是好一点？早期的佛教比较复杂，早期的佛教现在，他们这个源流什么的都需要重新去写嘛，啊，从季羡林先生、印顺法师他们以前早期做过一些源流的这个，但是现在呢有新的文献出现，是不是可以重新再研究研究大乘佛教如何兴起的，说一切有部的流行等等这些，也许反过来对这个佛教美术是不是有影响？我前些天去哈佛开会，王元进、王老师，我们都是这个做这个。王老师当时问了一个非常非常好的问题，就是我已经提过了，刚才我那女生问的时候我已经提过了，实际我转述，他问了一个非常好的问题，他问我，他说你们研究历史的，把大乘佛教的兴起搞得这么清楚，我就想知道在美术上如何体现，就是说这个从美术上我怎么能用美术史的角度来写一个这个理念的兴起。就是刚才那个同学也说了，我怎么用美术来表现这个佛教的这个空性或者慈悲啊，或者什么的，这是如果这个要写出来，当然是很好。往往这种都是最精彩的著作。就是我图像，我一看图像，我不单讲的是图像美不美啊，风格怎么样，我给他讲了一个完整的一个思想史的故事，这是最有挑战的这个部分。刚才这个听众那位女士那个问题提得非常好，我本来也想，就是像孙老师提这个问题，就是犍陀罗风格和这个摩陀罗风格它有什么这个不同的这种区别？因为我们本人是研究服装的，但是我们也画形象，也是美术的这样一个大的一个体系。我自己的体会是这样，就是说，犍陀罗呢，基本是刚才孙老师说的是希腊风格，高鼻深目，就像就是这个屏幕上这个完全是欧式的高鼻深目，另外它的这个发型发饰也都不一样，它是这个通过贸易这个。就是相当于我们说是陆上丝绸之路传过来的，那么这个摩陀罗呢是从海路，就丝绸之路有陆路有海路传过来的，而它晚于这个犍陀罗，它呢基本上是从这个印度的这个本土的这样的一种风格，所以传到中国之后呢，就更加容易本土化，因为我们的形象。和这个欧式差别比较大，但是跟印度还是比较接近，所以呢，就是容易接受起来。所以我们在画的时候，早期我们的这个高鼻深目还是比较突出的，但是我们到了唐代，隋唐，特别是唐宋，基本上就是中国人的这种特色，所以这两种风格，一个欧式风格，一个是基本上就是东方人的这种造型。我是完全从这个五官的造型的角度来解释的，很片面好，谢谢你啊。那么这样，因为今天这个孙老师时间2个多小时了已经很累了。那么今天呢，这个讲座就暂时到这儿啊。想继续研究的多买孙老师的书，因为孙老师出版了很多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所以多买。这个来继续，我们大家一起继续学习。好，今天的讲座就到这儿，谢谢孙老师，再次谢谢孙老师，谢谢大家。孙老师，我们周期先给你喝一个。叫谁？